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感情也特别的好。但是每次我向他提出结婚的事，他都不答应。我也30几岁的人了，在我们那个地方和我一样大的都已经有小孩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的焦急，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今天我就想要他给我一个说法，到底为什么不和我结婚？我现在不想这么快就跟他结婚，因为刚刚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婚姻，而且我现在带了个孩子，感觉压力比较大，所以很多方面其实我觉得我对他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希望他能够理解我，包容我，不要这么快就催我结婚。没有婚期，我们的爱情还能继续吗？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痴情的男人向一位女士在逼婚。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刘先生，32岁，来自湖南，是一位工程管理人员；女嘉宾范女士，34岁，同样来自湖南，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两位手里依然提的是那个装有彼此并不了解秘密的密码箱。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我愿意。我愿意。短片里面听到你说有一个孩子，小孩多大？小朋友13岁了。男孩女孩？男孩。那你离异有多久了？去年6月份。1年多时间是吧？你们俩认识有多久呢？我们是同学，毕业以后嘛都没有联系了。直到前年的时候，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呢，就是2个人呢就彼此呢都留了那个联系方式慢慢的就有了联系。不很善良的问一句，你的离异跟同学会没关系吧？没有，因为2年前就是我们还没联系的时候，我就跟前夫已经吵得很凶当时也上过一次法庭就是2年之后我又再次起诉，然后最后就离了。去年我们是7夕节确定那种恋爱关系，到现在嘛1年多了，我每次跟他提出结婚的事吧，他总是以各种理由借口来推。我就不知道他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特别迫切的要娶她吗？对。说真的，我才刚刚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然后我现在又带一个孩子，感觉压力很大。结婚的话孩子我愿意抚养，我就可以帮你减轻压力了吧？因为我去年才6月份离的婚，我家里的父亲母亲他们也会说别太仓促了因为之前的一段感情也就是因为太仓促了，我也不希望那种异地恋。两位不在一个地方是吗？我在湖南，他在河南。因为我的工作在河南那边。结婚以后你还是打算在河南工作，还是要？对。所以我也有压力嘛。你们谈恋爱其实没多长时间，对吧？1年时间。这异地的时间大概有多长？也有半年吧。那实际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半年。对。你没有考虑过再互相了解一下，考察一下，咱们先把这个关系定下来，就是男女朋友，我们奔着结婚去，干嘛那么非急着结婚呢？在我们那个地方吧，像我和我同龄的人都已经小孩都已经很大了，我也着急你这么着急是想要孩子吗？想要孩子。这个问题你们沟通过吗？我们其实有过孩子。什么情况正月初4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过，就觉得怀孕了。当时我也觉得很意外，我还没有那个心理能力能够承受得了，而且那段时间因为工作压力，然后自己也不知道会怀孕，然后我就经常有个时候就熬夜，然后还因为感冒吃了感冒药还和同学朋友一起出去喝过不少次酒我就觉得到时候怕影响不好，然后我也跟他说了，叫他别跟他妈妈说先如果真的老人家知道的话，他肯定不会说让我留掉，所以我说还没做决定之前不要告诉他妈妈。他没经得我同意，他就跟他妈妈说了，然后他妈妈就催着就说叫我别把那个孩子打掉。到正月11的时候，我们2个就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然后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也心情莫名其妙的就烦，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就是自己大男子主义吧，
还耍一点小性格。那天晚上把他送回去以后，就把东西也清走了，留在他家里的我的东西。等于分手。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发信息啊，打电话，我都没有回，也没有接。他就是看我没回没接的话，就是去医院嘛，做了人流。其实我中午的时候我有打电话给他，然后他没接，他回了个信息说，既然说你不想要的话，他说我们两个就到此结束，你以后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你也不要打电话去我家。当时我就感觉很气愤，然后到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还是给他发了个信息，我说如果我现在看不到你，你就不要孩子是吗？是这意思吗？然后我到1点多的时候我就去医院了，他没有回信息。但是也是我自己太大男子主义了吧？我就不想接他的电话，也不想回他信息。负气哈。对。后来孩子就没了，那两个人怎么又在一起的呢？他一个人在家里是吧？小产了，需要人照顾，然后我就回去了吧。在家里又照顾了他1个月。就那样两个人又在一起了。那你妈妈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妈刚开始是不同意的，后面我就跟我妈做工作，我说，小孩已经没有了是吧？大人还在。我不是因为小孩而跟他在一起的，我说只要有大人在，小孩就会在。是因为这个事儿对你内心的这种，可能对这个男人的安全感是不是就会没有？你是觉得遇事的时候他会跑是吧？是的。那你现在还想跟他继续交往吗？不要催我结婚。就是正常的谈恋爱可以是吧？可以考虑。你是就得让人家给你一个期限是吧？对，你也不能老是拖着吧。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个期限。那你来的目的呢？我就是想跟他说，叫他以后别那么大男子主义，然后有很多事的话可以互相沟通。其实就在节目才来的时候，前1个星期我也是这样跟他聊微信，聊着聊着他不开心了，他就把我的名字拉黑了，然后我给他发信息过去，他就注视我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那以后还有这么长时间，你就说你不开心了，你就把我拉黑，两个人就不要聊。就他很孩子气是吧？对，我就觉得这样对我也是一种不尊重吧。你当时喜欢他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离婚了寂寞，身边缺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没有，我觉得他这个人挺会照顾人，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帮我分担一些那个生活压力。可能是我前夫吧，每次都是我必须得去照顾他，然后我就觉得过得很累。你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被人照顾的感觉是吧？对，虽然说我是性格很要强，但是再怎么要强的女人也是需要人照顾的。你跟他儿子关系好吗？很好，像兄弟一样。他很喜欢你。对。好了，我要问的问题就问完了，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兄弟啊，你能对他的儿子那么好，这是让我觉得最温暖的地方，这点很难得。我想这个女人也是因为这一点愿意接受你。一个再婚的女人带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再婚的女人都特别的慎重。对，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给自己真正的后半辈子的幸福，谁都说不准。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一定的，就是他能带给自己依靠感，能够给自己一个稳定的将来。稳定的将来靠什么？成熟、经济实力、宽容。而我看到的你，在她怀孕的时候，怀了你的孩子的时候，还负气，发短信也不回。你不知道女人这时候多需要帮助吗？你就没想到过她一冲动就去把孩子做了吗？所以我说了，你不具备我说的宽容、成熟、经济能力。我没有否定你对她的爱，我只是说背后的自私和现实，其实我们看得明白。对，如果你拥有这3点，再加上你对她的呵护，对她孩子的接纳，对她也不嫌弃，她早嫁给你了。我说实话啊，其实我从你说那一句就是我已经32岁了，我们村里其他人的孩子都已经好大了。
我其实特别介意，就是说拿所谓的大众的衡量标准来衡量你，因为别人跟你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都不一样，你看到的永远只是表象。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生活的一个节奏，你没有理由去参照别人的，你没有必要上来先给自己扣这样一个东西，你这样无形中就会带给他这样的一个压力。本身你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他就需要你更大的一个耐心，甚至比平常的一些小姑娘要付出更多东西。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如果撇开那个结婚不说吧，也挺好，但是一跟他提结婚吧，他就……那你干嘛不给他点时间，让他好好想清楚啊？我相信他如果想清楚，我能给他时间，但是他也给我个期限。正式确立关系的时候，我有跟你说过，因为我是才刚刚经历过感情的失败，我当时我也跟你说过，我说至少要等2年后你才跟我提结婚呢。可是现在呢，我特别能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他本身经历过一个不成功的婚姻之后，他就迫切的希望再进入婚姻，这个人能够给他一个完完全全的安全感。你非但没有，还一直在逼他。因为我毕竟前一段感情嘛，谈了5年8个月，结果呢，也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不想再在他身上浪费一个5年8个月。你让我再等个4年可以，但是你这话得从你嘴里说出来，是吧？4年以后结婚那也行。我帮帮你哈，你要期限，时间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期限其实掌握在你手里，可短可长。你们俩有一个不好的性格特点，你容易冲动，一冲动之后你就会偏激，随时把他拉黑。你不知道他怕的就是这个，这叫抛弃，懂吗？他过于敏感，那是因为他有过失败的婚姻，有过受伤的过去，很敏感，敏感之下也容易偏激，比如居然把自己的孩子给拿掉。你们俩这种性格在一起，他可能变得余地不大，为什么？受过伤。所以掌握权我个人觉得在你这儿，如何能做到让这个期限缩短，马上就能成功，在于你。首先看你冲动的背后是什么，当然有一部分你自身的性格养成，那个很难变，但是有没有一部分是你有一种比较高的姿态？你口口声声说你对他的过去不在意，但是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点在意？你凭什么随便就能把他拉黑？你会不会觉得我高你一筹？你凭什么动不动就对他发脾气？是不是说你看我对你儿子这么好，对你这么好，对你家庭这么好，都包容你，你真的做到对他的包容了吗？好好想想这一点。而他要的就是你做出的行动证明你是爱他的。不要着急把婚事板上钉钉，你要看看他对他的过去，对他的过往的婚姻的心里那个钉有没有拔出来。先帮他拔出心里那个钉，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水到渠成。结婚是水到渠成的事，一定要定一个期限吗？如果4年是一个期限的话，你在4年之内不做任何改变，4年还是会归零的。关键是你如何用你的行动帮他拔出心里那颗钉子，不要让你太急功近利，让他产生了怀疑，说你跟我结婚就是要一个自己的小孩吗？他会往深了去想，你要了自己孩子之后，你会不会对我现在的小孩就不好了呢？所以你种种的这种表现，对他越来越觉得对你没有信心了，不相信。所以现在你需要慢下来，首先有耐心去把他的伤口抚平，把钉子完全拔出来，然后释放他对你的信任，把你的诚意显示出来。做到这一点，期限自然就到了。有人说，爱情像一场战争，尤其是在爱情的前半部分，就是那个你追我赶的过程，更像是一场战争。不是你征服了我，就是我俘虏了你，或者是双方都被对方所俘虏。但是一个有过婚史的人和一个没有过婚史的人之间所产生的爱情，就像是一个新手和一个老手之间的战争。老手充满了故事，充满了历史，而新手却一无所知，形成了一种不对等。萧伯纳说过，世上的悲剧无外乎2种，一种是踌躇满志，一种是万念俱灰。
新手的踌躇满志，对将来充满希望、充满憧憬，这无疑是好的。但如果前提条件是一无所知，那一定是一个悲剧。如果老手充满了故事，充满了悲悯，对将来不看好，或者是充满了担心，这也是一个悲剧。两个悲剧叠加在一块儿，会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有一点台本当中说到的，你们没有说到，女方可能是开玩笑或者是借故说了一句话，说你跟我交往要征得我前夫的同意，对吧？而且你还确实去征得了他前夫的同意。我想请问，既然离了婚再交朋友，为什么要征得前夫的同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做销售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你和前夫之间是因为什么而离的婚，我没有证据，我不说，自己考虑。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要学会总结，否则的话，即便再次结婚也是伤人伤己。男生他不过是急着要结婚，虽然他知道你有过婚史，但他并不了解你这个人，所以他这么急着要结婚，这么急着和你有了孩子，这么急着把有了孩子的消息告诉自己的母亲。所以说最后我就是一句话，做人首先要自知，其次要自知人，就这样。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女生，对于未来的婚姻，你把它看成是什么？我就想，如果真的要跟他结婚的话，至少一点，两个人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我被他逼着。心甘情愿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到了那种可以结婚的地步。每个人可以结婚的条件不一样吗？我是希望，等我再次婚姻的时候，我不希望男的每天都是在外面跑，我不希望这种异地恋。还不喜欢什么？还不喜欢男人一到家就只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他都具备吧？他以上的回答让我相信了一点，他其实曾经挺爱这个男人的，因为在爱的时候他是不考虑条件的，但是真的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会有一些考虑了。所以结论其实很简单啊，如果更务实的话，那我就告诉你，这就是交往的底线。对不住，麻烦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可以娶你，如果没有期限，我有权利选择走。同样的道理，对不住，如果你就是逼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我要嫁给你的话，那我宁可不要这段恋爱，我也要维系我自己的原则，就没那么拧巴了。剩下的时间留给两位一起进入黄金60秒。听到评论老师这么多，其实我也感觉我是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像我小心眼啊，是吧？大男子主义啊，是吧？希望呢给我这个机会。其实吧，我真的对你印象也没那么坏，可是就我对你提的唯一要求，我真的很在乎。可以，可是你呢？你每次都让我失望。我会改的，一定会改。翻开了旧日的相册，才发现你的表情并好，时间到，请亮灯啊！来，两位交换箱子吧。爱你关门吧，关门吧。哎，拧巴的一对恋人，各有各的想法，但是看出来，其实两个人都很单纯。看好他们的选赞成，不看好的请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92.59%的观众朋友都不看好他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稍后继续。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你是爱你爱着你，有悲也喜，
有你，平淡也有了意义。我看看啊，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你才出来的是吧？我爱你，无论多久，我都愿意等，直到你愿意和我结婚。其实我就是看到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然后说他会改那些，然后他现在又说愿意等，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暂时接受。你打算让他等多久呢？就说我们结婚的时间吧，啊哈，还是得有我定。但是女孩，刚才其实我们跟你对话是少的，但其实你也需要改变的，不要太过于的敏感，让自己放开一些。你也了解对方，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拉黑真是要抛弃你吗？不是的，我这个人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冲动。年底请我吃喜糖好吗？那得看他。他真老实。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啊！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选择幸福，选择亚萨河来盼盼到家，安居乐业。给阿姨，给我啊！去吧，别着急啊，结婚都不急，戴个戒指急什么呀？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当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心爱的女人的时候，希望你在心里对她说：爱要有你才完美。知生活想人生，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各位来，请见证。请你相信我会给你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嫁给我吧。我只是再相信你一次。可是结婚的时间还是得由我定。好，听你的。结婚的时间是他说了算，对不对？对。那你的希望呢？我希望是年底吧。我教给你怎么在年底的时候请我们大家吃喜糖啊！现在回去把工辞了，踏踏实实的回去找一份工作，守在他的身边。在一起多处处就好了吗？人家都说了，我不喜欢异地，你还异地着，她能嫁给你吗？愿意吗？愿意啊。请回吧，祝幸福。谢谢你们两位，谢谢老师。